这个男人行走在百万大军之间，只见大军占满了地面，分为两面相对站立，气势宏伟，中间空出一条道路供男人行走。此人面不改色，走到大殿，他见到了著名的秦王，可却与秦王相距数十米。近年来，秦国急于吞并六国，各国战乱纷飞，百姓流离失所。秦王开始被各国行刺，其中赵国刺客残剑、飞雪、长空三人因剑术高超名震天下，数次行刺让秦王10年之间睡不安稳，上朝都不曾退去甲胄。而如今这个男人，他替秦王解忧，杀了刺客中的长空，因无名无姓，故称为无名，被秦王赏赐千金，封千户侯，上殿20步与秦王喝酒。两人闲聊，秦王问及无名如何破敌，无名回答表示3大高手如今3年没说过话，原因就是残剑和飞雪本是情侣，但飞雪却与长空有过一夜之情，令残剑耿耿于怀。无名便决定各个击破，为了分化残剑和飞雪，必先取长空。无名收到消息，长空现身于齐馆，便赶到此地，话不投机半句多，只见无名飞身跃起，与长空交战在一处。长空一杆银枪出神入化，与无名交战，只用枪头6寸。一番试探，两人拉开双双闭目，在心中演练起来，互相寻找破敌之招。睁眼之时，战斗一触即发，两人相对冲去，无名冲破雨滴，伴随着银枪头掉落，长空就此绝明。无名一招制敌，秦王听得如痴如醉，不禁赞叹。随后无名又献上残剑飞雪的兵器，秦王大喜，赏赐无名万金，封5000户侯，上殿10步饮酒。残剑飞雪，此2人行刺秦王，3000铁甲竟不能挡。秦王疑惑，无名剑法难道比此2人还快？无名表示当然不如，但他没有硬拼，而是用长空之死挑破两人关系。无名探听到两人藏身于赵国书馆，而秦国军队不日将至，便假扮赵国之人来到书馆，见到了残剑。听闻残剑以书法悟剑法，便想求个剑字。只见残剑身穿红衣，拿棍写字，却因需要诛杀，和飞雪闹了不愉快，被无名尽收眼底。字没写成，秦军到了，大军气势磅礴，攻强剑快，数百万的箭矢放出，密密麻麻，震撼四方。仔细看，这些黑点不是虫，而是箭，密密麻麻箭矢射进一处书院，而书院先生不为所动，仍在写字儿。学生们无人挪动，即使中箭也要练字。随后无名和飞雪出来挡箭，箭挡完了，残剑字也写完。夜晚，无名约残剑飞雪前往藏书阁，拿出了长空的枪头，几番言语揭破了飞雪和长空的私情，也挑破了残剑2人的感情。无名约战2人后便离去，残剑气愤，与侍女生情，故意刺激飞雪，导致飞雪失去理智，暗杀了残剑。被残剑的侍女如月寻仇，黄叶落下之地，两人伴随着落叶打在一起。几个回合下来，如月终是逊色于飞雪，被其击败。将死之际，口出刺心之言，导致飞雪隔日在秦军前方寸大乱，与无名交战时出招凌乱，被无名当场解决。事情经过合情合理，但是把一人想简单了，那就是秦王。3年前，秦王被2人行刺，与2人交手，知道2人并不是心胸狭隘之辈，而是光明磊落的大侠之士。无名赢在2人不和，实属荒谬，指责故事是假，无名心中有鬼是真。秦王分析，无名与长空一战未必能胜，但长空自愿受死，为何以为他做不到的事，而无名能做？唯有一点，便是无名有一招无人能敌的行刺之术，而后又找上残剑飞雪，便是因为行刺之术需要10步距离，就需要秦王设下的悬赏令再进10步。残剑飞雪在见识了无名剑术后，而2人感情深厚，争先赴死，要成全刺杀秦王的大计。最终以飞雪与无名在军前相战，故意输掉，献上飞雪剑告终。为了祭奠飞雪，残剑与长空也有一战，从而取得残剑的兵器，再进10步。所以无名才是最危险的刺客。秦王刚刚识破，可无名却已经在10步之内了。无名坦荡，他和残剑3人皆为赵人，因秦军才家破人亡。无名流离秦国，便苦练剑术，决心行刺。而秦王也把一个人想简单了，那就是残剑。这个男人苦修剑术，先后说服高手长空和飞雪，让他们舍身取义，助男人无名行刺秦王。而无名所练的快剑有只伤不死的办法，而残剑却极力阻止。
他和飞雪相识于江湖，两人互生情愫。残剑有心帮飞雪刺秦报仇，两人每日习字，欲从书法中领悟剑法。可日积月累，残剑却从书法中领悟到返璞归真的境界。于是3年前的那场刺杀，残剑没有下杀手，而是放过了秦王。因为七国连年混战，百姓受苦，唯有秦王才能停止战乱，统一天下，还百姓一个太平。所以在无名前往秦宫行刺时，残剑写下了天下2字，希望无名为了天下放弃刺杀，因为一个人的痛苦与天下人比，便不再是痛苦。秦王听后流下眼泪，大为震撼。在所有人都觉得他是个暴君的时候，没想到最了解他的竟然是他通缉的刺客。秦王感触良多，随后扔出自己的佩剑，让无名抉择，让他为天下决定这一剑。而后秦王看向残剑书写的剑字，突然发现残剑这一字是剑法的最高境界，则是手中无剑，心中也无剑，是以大胸怀包容一切，那便是不杀，便是和平。话音刚落，无名点地而起，向秦王刺去，表示这一剑必须刺。但秦王却没有死。无名表示这一剑很多人会死，可秦王不会，请秦王记住那些死去的人和那最高的境界。随后转身离去。这一刻，无名也领悟到了残剑所写的天下2字。练剑的最高境界便是不杀。随后，无名站立墙角，被100万雄师围困。无名坦然面对，脸上没有一点波澜。在文武百官的逼迫下，为了安抚人心，秦王内心纠结万分。突然，眼神凌厉起来，随着手臂挥下，万箭齐发，射向无名。无名面对剑时，命绝当场。后来，秦王下令厚葬无名。与此同时，飞雪找上了残剑，因为3年前残剑留守，导致飞雪大为不满。在如今无名必杀的情况下，无名却放弃了，必定是残剑说了什么。飞雪气急败坏，逼迫残剑拔剑相向，不料残剑扔剑面对，残剑身死，而飞雪大哭，与残剑同死在一起。